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一个三无的外卖员，无父母，无子女，无老婆。我送错了外卖，发现后立刻去换，来回不过6分钟。顾客知道我送错了，但他还是把那份外卖吃了。他吃了2份外卖，并且接受了我的道歉。他还是给了我差评，但他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。于是又向平台投诉我，说我道歉的声音太大，吓到他了。现在我从3无变成了4无，无工作。我很好奇，如果他见到无敌加深的我，会如何呢？请惊声尖叫吧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那天因为匆忙，我给5楼的胖女人送餐时，不慎拿错了餐，当时我没立刻察觉，等我返回1楼准备送下一家时，才发现外卖送错了。我急忙找出正确的外卖，然后重新爬上了5楼。整个过程耗时不超过6分钟。当我再次敲响胖女人的房门时，她还没等我开口，就一脸不悦地对我说：“催什么催？你难道不知道你送错了吗？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餐巾纸擦拭着嘴角的油渍。我赶忙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到楼下才发现送错了，这份才是您的，所以我赶紧给您送了上来。”胖女人瞥了我一眼，没吭声。她接过外卖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哐当一声把门关上了。我愣住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又敲了敲门，敲了好半天，胖女人才再次打开门，不耐烦地问：“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为什么还不走？”我急切地说：“您好，我送错的那一份呢？您得把那一份还给我呀，顾客还等着呢。”他装作不懂的样子：“什么送错的一份？第1份不是你送给我的吗？我已经吃了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有些着急，声音大了一些：“您明知道那不是您的，怎么也吃了？”他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？我吃了有什么问题吗？已经吃完了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赶紧走。”我尽量保持冷静：“您能不能把那一份的钱给我？我是要赔偿顾客的。”胖女人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是你送错的，就是你的责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说完，她再次不客气地关上了门。我知道这是遇到不讲理的人了，只能自认倒霉，而且也没时间耽误，后面还有好几个顾客等着呢。我一边下楼，一边给下一位顾客打电话：“是李女士吗？您的外卖我送错了，您看是我给您赔偿，还是我重新给您买一份？”电话里传来李女士温柔的声音：“不用着急，我还不饿呢，麻烦您帮我重新买一份吧。”我感激地说：“谢谢您的理解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心里暖暖的，还是好人多呀。对于这样的顾客，即使是额外赔偿，我也心甘情愿，毕竟是自己的失误。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我一边感慨着，一边继续当天的送餐任务。可是送餐高峰期刚过，站点管理员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石磊，你今天收到了一个匿名差评，1个月内收到1个差评罚100元，2个差评罚300元，3个差评罚500元。今天这一天算是白忙活了。”我思来想去，怎么也想不出收到差评的理由。虽然给李女士送餐时耽误了些时间，但我已经向她解释了，而且她说话也非常客气啊。会是那个胖女人给的差评吗？她虽然说话不客气，但是她可占了大便宜了，吃了2份外卖，相当于我花钱请她吃了1份外卖，她不会占了便宜，还给我差评吧。我立马给站点管理员李哥打去了电话：“李哥，差评内容是啥呀？”“石磊，你等一下，
我给你查查呀。等待了一会儿，李哥在电话中说道：“客户说你送错餐了。”不仅说话嗓门大，还向他索要赔偿，吓到他了。我靠，果然是那个胖女人，人丑是非多，没办法，我只好上门求他把差评撤销了。后面我也不敢接单了，一单也才赚2-3块钱，如果不把差评撤销，今天就都白忙活了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晚上8点35了，但是还不算太晚。我急匆匆地赶到了那个胖女人家，我忐忑不安地敲了敲门，门吱呀一声开了。胖女人一脸不解地看着我：“你干嘛？我又没点外卖。”我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大姐，我给您送错了外卖，您还记得吗？”她眉头一皱：“谁是你大姐？你全家都是你大姐。”说着她就要关门，被我伸手拦了下来。我硬着头皮道：“美女，消消气儿，我虽然送错了外卖，但我后来给您换了呀。”她瞪了我一眼，嚷嚷道：“你安的什么心啊？害我吃2份外卖，想撑死我呀！”我急忙解释：“您别生气，都是我的错，其中1份外卖我还得赔偿给顾客呢。”她瞪大眼睛吼道：“什么？你送错了还要我赔？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我还没说完就被她打断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保持身材多难吗？你害我吃那么多，是想毁了我吗？”她越说越气，唾沫星子都溅到我脸上了。我只好低声下气地求她：“美女，您消消气，我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也不容易的份上，撤了那个差评吧，我保证以后好好送外卖，再也不出错了。”她一听就更火了：“你这是侵犯我隐私，知道吗？我的评价你怎么能看到？你是要威胁我吗？”我急忙摆手：“不是的，美女，您的一个差评，平台就罚我100块，我今天就白干了，还得自己赔钱。”她冷哼一声：“你活该，做得不好还不让人说了，扣不扣钱关我什么事儿？滚！”说完，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我又敲了一会儿门，她始终没开。后来物业的人都来了，说我扰民，再不走就报警。我只好自认倒霉，无奈地离开。本来我打算早点休息，但现在不敢了，还指望今晚多接几单，把罚款赚回来呢。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没想到几天后，平台竟然惩罚我暂停接单。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是村里的乡亲可怜我，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我自然也不会啥手艺，唯一的生计就是送外卖。虽然时常被人瞧不起，但是我毕竟可以自食其力了。可是平台惩罚我暂停接单，这就意味着我这几天的收入就没了，别的我也不会干，这就太欺负人了。不用问，肯定是那个恶心的胖女人干的。我一着急，回到我的出租屋，提着杀猪刀就来到胖女人家所在的5楼。今天她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否则我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敲了几下门，一个男人开门了。男人说话还比较客气：“大哥，你走错了吧？”我压低自己的大嗓门说道：“我找你家女人，我给她送错了外卖。”还没等男人说话，胖女人探出了头，看到了我，吼道：“怎么又是你？没完没了是吧？信不信我再去投诉你，让你丢了工作？”我这火气一下就起来了：“草泥马，就是你投诉老子，让平台暂停我接单了！”我一边喊着，一边抽出杀猪刀，就要朝着胖女人砍去。男人一看我架势不对，想着把我拦在外面，可是已经晚了。我这火气一上来，石头牛也拦不住。虽然屋门挡住了我，但是他的屋门也休想锁上。我和男人隔着屋门对峙起来。男人喊道：“媳妇，拿着手机在那拍啥呢？你赶紧去报警啊！”胖女人吼道：“老公你别怕，让他进来。”
我都拿手机录着呢，一会儿我还要去投诉他，让他连外卖的工作都找不到，这种垃圾就不配来城市工作。听着胖女人的话，我这火气越来越大，我用脚使劲地踹门，但是胖女人老公力气也不小，死命地抵着屋门，让我不能完全推开进去。男人喊道：“快去报警，他拿着刀呢。”胖女人回应道：“怕什么？我都录下来了。我不仅要让他丢了工作，我还要让他坐牢。”男人喊道：“他拿着刀会砍人的，他敢，你让他进来，让他砍你试试，没王法了是吧？”我感觉踹门无效，拿出砍猪刀，一刀刀地劈砍屋门。男人听到我砍屋门的声音，更慌了：“你赶紧去报警，你不要命了，会死人的！”胖女人还在嚣张，她赶我都用手机录着呢，给她10000个胆子也不敢。你松开手，你让他进来！男人骂了一句：“你真他妈的傻逼！”我听着也莫名其妙，不像是在骂我的。然后听到男人喊道：“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为了一个外卖，不至于的。你说多少钱？我赔你。”你消消气。还没等我说什么，胖女人嗷地叫了起来：“你个傻逼玩意，你站哪头的？你让他进来，有本事砍死我，我要让他坐一辈子牢！”大哥，你听出来了吧？那就是个傻逼玩意，你丫才傻逼，你和那个外卖一样傻逼，听得我都糊涂了。但是我的火气一点没消，继续拿砍刀劈砍着屋门。别说，这屋门还真结实。男人死命地抵着屋门，一个劲儿地喊：“大哥，消消气，咱不能和傻逼置气呀！你说个数，我都赔给你。”我听到屋里啪的一声，一个响亮的耳光。你骂谁傻逼呢？就在我再次举刀劈砍屋门的时候，突然我的手被人从后面抓住了。我回头一看，竟然是警察，我的气儿一下就消失不见了。乖乖的住手了！胖女人的老公趁机用力关上了门。我乖乖的把砍刀递给了警察，警察接过砍刀，看我没有反抗的意思，语气也稍微缓和了些。你知道持刀伤人是违法的吗？幸亏我们及时赶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点点头，有些懊悔地说：“知道，我就是一时冲动。那个胖女人故意找茬，害得我这几天没了生计，还骂我，侮辱我。我气不过，才过来找她讨个说法。”警察皱了皱眉头，教训道：“讨说法也不能拿刀啊！你这是在犯罪边缘试探，我们要不过来，你是不是还要砍人啊？”我连连摆手，笑着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。这几天被平台暂停接单，没了生计，心里着急。”警察让我站到一边等着。他走到门前，敲了敲门，严肃地说道：“我们是警察，接到邻居报警，请开门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情况。”等了一会儿，门开了，胖女人的老公捂着脸走了出来，明显脸被人扇肿了。警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他，问道：“你的脸怎么了？是他打的吗？”我立刻摇头否认：“不是我，他又没惹我，我打他干嘛？”胖女人的老公也连忙解释：“警察同志，不是他打的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。”这时，胖女人从屋里冲了出来，指着我说道：“警察，就是那个外卖员要杀人，我都用手机录下来了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！”警察示意他冷静，然后说道：“好了，你们都别激动，现在请收拾一下，跟我们去派出所做笔录。”他转向我：“你也一起去，我们需要详细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。”于是2个警察带着我们3个人一起前往派出所。在警察局里，警察先让我们各自陈述了情况。我详细地把送错外卖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警察叙述了一遍。警察听后
皱起眉头说：“就这么一点事儿，你就拿刀出来吓唬人？”胖女人立刻激动地反驳：“她不是吓唬人，她是要杀人，我全都录下来了。你们警察要是敢徇私，我就把视频发到网上，曝光你们。”胖女人的老公说道：“你闭嘴！那个大哥只是一时着急，没想杀人。大哥，是我们不对，你的损失我们都赔。”胖女人喊道：“你是个男人吗？你老婆被人拿着刀威胁到家里来了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，让她坐牢，让她失业，让她没有容身之地。”警察打断了他的咆哮，问他们：“你们是想起诉，还是协商解决？”胖女人吼道：“不协商，我就要她坐牢！”还没等胖女人说完，就被她老公一个大耳光扇过来。胖女人身子转了半圈，好悬没摔倒。女人愣了好一会儿，突然嗷的一嗓子，就和她老公掐上了。太突然了，警察也很意外。警察强行将胖女人和她老公分开，并把他们带到不同的房间。我和她老公留在一个房间。她老公对警察说道：“我打媳妇这事儿我认，让我先和这位外卖大哥的事儿协商完，再说我和我媳妇的事儿，行吧？”警察点了点头：“如果你们能协商，那就先协商。”我这才知道，胖女人的老公叫做王顺。王顺对我非常客气，对我说道：“大哥，我知道是我媳妇做的不对，您大人大量。你这几天误工的损失我出，扣的钱我赔。您看您还有啥要求没？都是我和我媳妇的错。您的要求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去满足。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”我就说，我也没别的想法，我没啥文化，在城市里也就只能干外卖维持生计。让你媳妇把我的差评撤了，让平台恢复接单就行，我就靠这个吃饭呢。他把我吃饭的活给弄没了，你说我能不急吗？我接着说，我不像你们文化人，可选择的机会很多，我呢，除了送外卖啥都不会了。大哥，我知道你们不容易，每天辛辛苦苦的给大家带去了方便，还被人白眼。咱们也没啥过节和仇恨，都是误会，没啥仇恨，就是一时没了生计急的。大哥，你算算这些天您损失多少钱？回头我都不及你，一个差评100，今天不让接单了，损失差不多200块钱吧，你给我300就行。大哥，你是个实在人，300太少了，看我媳妇把你气成这样，我赔您1000。你看行不？你一定要原谅我媳妇，用不了1000。你们上班挣钱也不容易，给我300就行。我和王顺谈的还比较投缘，我最后拗不过王顺，他非要给我1000块钱。最后在警察的见证下，给我转账了1000块钱。警察又教训道：“以后遇到这种事儿，可以来派出所反映情况，别走极端。”这是王顺好说话，没追究你责任，不然你想过后果没有？我和警察客气道：“确实着急了，我不比城里人选择多，我就送外卖这一个生计，这个活没了，我就没活路了呀。”警察又批评了我几句，没收了我的杀猪刀，就让我走了。回到出租屋，我自己还觉得挺美的，今天没出去跑外卖，还能赚200块钱，也不错了，就当做给自己放了1天假，好好的休息了一下。明天早点起床，继续跑我的外卖。第2天早晨，当我再次尝试打开接单平台时，却发现自己的账号无法登录。我焦急地给站点管理员李哥打去了电话。李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登不上平台了？李哥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严肃。石磊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昨天的行为太不冷静了。现在短视频平台上都是你持刀威胁客户要砍人的视频，砍人
我哪有砍人啊？我只是吓唬他一下而已。而且昨天在派出所，我们已经和解了。我辩解道：你去看看那些视频吧，现在舆论一边倒，都在指责你，甚至还有人骂警察徇私舞弊，包庇你。李哥叹了口气说道。我挂掉电话，立刻打开了短视频平台，一个标题为外卖员持刀上门殴打威胁顾客，警察无所作为的视频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视频中，胖女人捂着自己红肿的脸庞，噙着泪水讲述了她的悲惨遭遇。那个外卖员送错了餐，态度还特别蛮横，我无奈之下给了他差评，可没想到他竟持刀上门报复。大家看看，他就是这样疯狂地劈砍我家大门，我的脸也被他打了，现在还肿着。他这样的行为，难道不是危害我的人身安全吗？我们的安全谁来保障？警察竟然没惩罚他，还让他走了，这世道还有公理吗？还有正义吗？点开评论区，全都是对我的谩骂，以及对警察不作为的指责，甚至有部分评论已经开始人肉搜索我。我越看越生气，怒火中烧。这个胖女人竟然如此断章取义，歪曲事实。我们已经和解了，她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保住我的饭碗。我迅速找到李哥，恳求他帮忙想想办法。我焦急地说：李哥，你得帮帮我呀，我的账号被封了，我就没了收入来源。李哥面露难色：石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而是你这次的行为太过分了，平台为了规避风险，肯定不敢再用你了。真出了事，谁也承担不起责任啊，你还是去找别的工作吧。李哥，真的没办法了吗？我几乎绝望地问道。你持刀威胁客户的形象已经在网上传开了，哪个单位还敢用你？我也知道你平时为人老实，但这次的事情闹得太大了。李哥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看到李哥也无能为力，我陷入了沉默。这时，李哥从口袋里掏出500块钱递给我：石磊，拿着这些钱先去找个工作吧，等以后有钱了再还我。我感激地看着李哥，推辞了一番后，还是接过了钱。李哥拍着我的肩膀说：以后冷静点，别那么大火气，做咱们这行的就是要受别人的白眼，自己好好想想，再去找个工作吧。我离开李哥后，又尝试联系了几个老乡，没想到他们直接挂断我的电话。我又尝试注册其他外卖平台和快递平台，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被所有平台拉黑了。我不死心，直接跑去快递分拣中心，想找些临时工的体力活干。结果对方告诉我，他们不缺人了。可我明明看到那边还挂着招人的牌子，这次真的是断了生计。暂停接单还有个盼头，熬过惩罚期还能接着干，而这次却是直接封号，全平台拉黑，这让我彻底陷入了绝望。都是那个胖女人在作妖，我连续去了几次胖女人家，都没有人。这期间我又尝试找工作，竟然都告诉我暂时不缺人，等缺人了再联系我。我的圈子本来就小，现在更是被这个圈子的人拉黑了。这个胖女人真是把我毁了。王顺也是一个笑面虎，表面上和我说的好好的，背地里对我捅刀子。我索性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。在我的多方打听下，终于让我知道这一家人搬家了，但是胖女人有个儿子在附近的红星小学上学。我于是天天在小区和小学之间蹲点。我现在是个四无人员，无父母，无子女，无老婆，无工作，我耗得起。我守在红星小学的不远处，忽然我的手机响了。我拿出手机一看，
是王顺打来电话，那是在警察局协商时留下的电话。我接通电话，那边传来他道歉的声音：“磊哥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刚看到我家那个败家娘们发的视频。”我冷冷地说道：“然后呢，磊哥，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找你一趟，当面和你解释清楚，看看怎么补偿您。”补偿？我没了生计，你拿什么补偿我？磊哥，您别着急，您说个地方，晚上我过去，咱们当面聊。工作的事，我陪着您一起找。要是您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我养着您，直到您找到工作，那不至于。晚上8点，就在你家小区南门见吧，磊哥，就这么定了。可是，当我刚把电话挂断，我就看见胖女人抱着一个小孩，匆匆忙忙离开了学校，打了一个出租车，扬长而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满心都是冰凉。王顺，你个骗子，你敢套路我！王顺打电话稳住我，胖女人却急匆匆地来接孩子，这是要跑路啊！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跟上，最终跟着胖女人去了很远的一个小区。我们一前一后，我尾随着她，直到我看到她进了201房间。我在201门口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开始敲门。一个小男孩给我打开了门。小孩问道：“你找谁呀？”我大声说道：“我是给你妈妈送外卖来了。”然后我趁小孩不注意，一把捂住小孩的嘴巴，并用胶布缠住了他。小孩挣扎、恐慌、哭泣，却发不出声音。这时，屋里才传来胖女人的声音：“我没点外卖呀。”我回道：“我送你的外卖。”胖女人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你谁呀？有病啊！”我没有理会胖女人，而是一脚将被胶带缠住的小孩踹了出去。听到摔倒的声音，正在做面膜的胖女人终于出来了。她看到我，惊呆了。我冷冷地说：“被我找到了吧？我们真是有缘。上次送你的外卖好吃吗？”然后我快步上前，伸手直接抓住了她的头发，将她拉过来，按着她的脑袋狠狠地往墙上撞去。胖女人的脑袋一下就被撞出了血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跋扈。她着急地说：“大哥，我错了，为这么点小事就闹出人命来，不值当。我赔你钱还不行吗？”我将胖女人丢到一旁的地上，又狠狠地踹了一脚。我冰冷地看着她，说：“赔钱？我做错了，哪能让你赔钱呢？”我掏出了手机，点开了直播软件，对着镜头和她说：“你自己说说，我为什么要找过来报复你？”胖女人的脸上写满了惊恐，她不停地往后爬，躲到一个墙角，瑟瑟发抖。随着我步步紧逼，她哭着说：“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。”我冷冷地说：“不要因为你害怕、恐惧就伪装认错，你应该大胆地说出来，你没错，是我送错了外卖，是我导致你吃了2份外卖，害你控制不住你这优美的身材。你要说出来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威胁恐吓你，这样网友们才会支持你的。”他似乎鼓起了勇气，对我吼道：“我明明是在帮你。”我笑着说道：“我虽然很厌恶你，但你的表现我却很满意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帮我的？”他着急地解释道：“没有压力，哪来的动力？我指出你的错误，你才知道该如何改进啊！你改进了，以后被差评的情况才会越来越少。”我冷笑道：“看来我还要感谢你的用心良苦了。”就在这时，传来了开门声，有人回来了。王顺出现在了门口，他惊呆了。胖女人看到王顺，脸上的恐惧顿时消失了，她惊喜地大叫：“老公，你来了！”王顺冰冷地说：“石磊，你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”胖女人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：“你叫石磊呀？
你不是很狂吗？我老公回来了，你在狂啊？我一言不发，见我不说话，胖女人更加疯狂了。你现在怂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我不仅要继续投诉你，我还要让警察抓你。你这种乡下人根本就不配在这里生活，我要让你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。你打我呀，你继续打我！胖女人挑衅地喊道。胖女人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直接一耳光扇在了她的脸上，她被扇得原地转了半圈，软软的倒在地上，鼻血也顿时喷涌了出来。她捂着鼻子，痛苦的大叫：“王顺，你瞎眼啊！”她打我。王顺没有理会她，只是走过去检查还在旁边挣扎的孩子。我也没有理会王顺的举动。虽然我内心充满杀意，但我还不是一个禽兽，我并不想杀小孩。王顺检查孩子没有问题后，撕开粘在孩子嘴巴上的胶布，孩子立刻抱着王顺哇哇大哭起来。胖女人又叫了起来：“王顺，你个废物，你打他呀！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打我吗？”王顺先安慰了一下孩子，然后让孩子赶紧出去。之后，王顺才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石磊，真的没得商量了吗？我们愿意补偿你。”胖女人像疯了一样吼道：“王顺，没得商量！你杀了他！你杀了他！我们这是正当防卫！你杀了他！”王顺说道：“石磊，你不该动我儿子，那也是我的命根子。”说着，他就冲上来要掐我的脖子，可是他毕竟是个坐办公室的白领，力量怎能与我这种卖力气的外卖员相比？我抬起脚，狠狠踹在他的裆部，他疼得弓起身子。我又握紧拳头，狠狠砸在他的喉咙上。他被我打得呼吸困难，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脖子。我趁机抱住他的脑袋，狠狠地向着墙角撞去。王顺本是个文弱的白领，经我这般猛攻，顿时没了力气，瘫倒在地，痛苦地抽搐。你觉悟不够，你儿子是你的命根子，但他还没被我弄死，所以你只是想和我打架。你还有生计和未来，而我已经没有未来了。我是来杀人的。我对倒在地上的王顺说道。在我和王顺打斗时，胖女人竟然举起了花瓶，朝着我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来。她也算是勇敢，但我是来拼命的。我伸手夺过那个花瓶，然后照着她的肚子狠狠地一脚将她踹飞。房间里面安静了，王顺还在抽搐，胖女人呆若木鸡。我知道王顺还是比较稳重的，他应该是报警了，但是我就没打算活着从这里出去。他报不报警已经无所谓了，我要的是报复这个女人。我看了一下手机直播间，还在直播中，但是人气很低，这不够啊！我又拽住胖女人的头发，拖着她进入了卫生间。傻缺胖女人竟然下意识地捂紧了自己的衣服，她歇斯底里地说：“你想都别想！”我瞥了她一眼，第一次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。你想多了，就你那丑样，白给我都不要。我把卫生间的废纸篓拿出来，丢到胖女人面前。她愣住了，我很认真地说道：“吃吧，为了流量，你懂得。”她呆呆地看着废纸篓，凑上前去闻了一下，忍不住呕起来。她哭着说：“我错了，大哥，我错了。你说说你的条件，我补偿你。”我皱起眉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补偿我？我低声下气的和你道歉时的嚣张呢？是我做错了，是我补偿你才对。上次只补偿了一份外卖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趁热赶紧吃吧。补偿我的生计和未来都没了。他怎么补偿我？他在发出抹黑我视频，让我丢失工作的那一刻，实际就已经杀死了我。我现在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。不论我怎么努力，都不会有单位敢再用我。我一把将他扯了回来，抓着他的脑袋，直接摁进了废纸篓里。
他痛苦的挣扎，而我冷冷地说：“快吃，要是凉了，你又要投诉我送餐不及时了。”外面忽然警笛大作，真快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从来没想过逃，我就是想在最后的时刻告诉所有人，我们外卖员的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是我们也是依靠自己的勤劳挣得干干净净的辛苦钱，不要看不起我们，更不要像这个女人一样欺负我们。胖女人倒在地上呕吐，我看了看直播间，在线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人，很好，这正是我想要的，临死前的关注。我对着手机镜头说道：“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我是个暴力的罪犯？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当我每天勤勤恳恳，用自己的血汗换取那微薄的报酬时，换来的却是他们的冷漠和鄙视。我身份卑微，但我曾有过梦想，有过对未来的期盼，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。我的收入虽然不高，但都是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的。那个女人，她不仅断了我的生计，更摧毁了我对未来的希望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即使还活着，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，一个不知何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。那天我给他送错了外卖，前后只有6分钟，我就立刻把正确的外卖给他送到了。可是他却明知是别人的外卖，还故意吃掉了。我提出让他赔钱，他很不高兴，不仅辱骂我，还给我差评。最后无奈之下，我自己赔偿了那份外卖。当我自认倒霉，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的时候，他却又一次出现，投诉我，抹黑我。我在镜头前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我可以忍受差评，也可以忍受暂停接单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付出更多的辛苦，我还是有生计的。可是他千不该万不该把我的生路断了。说完，我抄起旁边的花瓶，就要结束胖女人的生命。突然，王顺死死地抓住了我的手，我感觉出来了，这一次他是在拼命。我笑着说：“王顺，这么一个拎不清的媳妇，我弄死她，你下半辈子才算解放了，不然你就在家天天受窝囊气吧。”王顺一边拼命抱紧我，一边喊道：“媳妇，你快跑！”胖女人也没有力气跑了，只是在那哭泣。“老公，老公！”王顺喊道。“傻娘们，你快跑啊！”王顺又对我说：“哥们，他再不好，他也是孩子他妈呀，有他在，我们才是完整的一个家。大哥，你提个要求，我做牛做马都满足你，你没地方吃饭，以后我养你，还不行吗？”我叹了口气，不再理会王顺的言语。虽然我很讨厌这个胖女人，也感觉王顺在家里一定很窝囊，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很羡慕胖女人，毕竟她现在还有一个真的爱她的人。而我呢，从小就是个孤儿，吃着百家饭长大，受尽了周围人的白眼。我恍惚间，屋门被警察破开了，我被警察按在地上。无论我多不甘心，我在警察面前都是弱小的。我被警察拖了出来，胖女人在警察旁边嚎啕大哭，痛诉我的罪行，而我看着她，没忍住笑了。我笑得歇斯底里：“你还没死，我也不会被判死刑，总有一天我会出狱，到时候我还会要你的命，我要让你每天都活在噩梦里，时刻担心我会被提前释放。等我出狱的时候，你的儿子可能已经长大了，那时可就不像现在这样了。现在杀一个孩子，我或许还会有一丝负罪感。”胖女人惊恐地看着我，她抓着警察的胳膊大哭：“你们看到了吗？他疯了，他要杀人，你们快点击毙他！”看着他惊恐的表情，我笑得更加猖狂。我去了监狱，对于我这种人，不就是有饭辙了？这是坐在办公室喝着咖啡，
吹着空调的白领无法理解的底层生活逻辑，他的恐惧是我的兴奋剂。我想，在监狱里，我也会生活得非常有动力，因为我还要熬出来，弄他死。我被戴上了手铐，押上了警车，我一直笑着，笑得莫名其妙，笑得警察也紧张不已。照理来说，我要被判几年的，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胖女人和王顺竟然主动出示了谅解通知书。警方还在王顺的要求下安排了我俩见面。我问王顺，我在外面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，你不怕我出去报复你媳妇？王顺说，我确实怕你报复，但毕竟是我那傻娘们惹的祸，我要帮她弥补。我笑着说，没想到你还挺爱你媳妇，你代替她去死。我接着冷冰冰地盯着他吼道，如果你想替她去死，我不介意让你们两个一起死。哥，你冷静一下，我给你安排工作，不就是一个工作的事儿吗？不就是找个干活吃饭的地儿吗？你那天真的冲动了，我本来是邀约你，帮你介绍工作的，谁知道我那傻娘们不听我的，让你误会了。我看着他没有说话。王顺接着说道，我也不是可怜你，我也不是烂好人，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没了工作就是没了生计，和杀了你差不多。所以我媳妇发出抹黑你的视频的事儿，我知道以后，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我知道你要报复，我带着媳妇搬家了，然后就是联系你，想着解决你工作的事情，谁知道还是我媳妇的举动让你误会了。王顺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，很多白领以为自己高高在上，瞧不起农民工，但是他们不清楚，农民工也是用自己的汗水赚来的干干净净的钱。因为我也是从苦地方出来的，我懂。磊哥，咱俩算是不打不相识，我补偿你，你的生计我和你一起想办法，你饶了我媳妇，让我儿子有一个完整的家，行不？我没有说话，我一直盯着他的眼睛，他没有躲闪。最终在王顺的运作下，我被判了缓刑。然后由于我自己的直播杀人，我的老乡甚至帮助过我的李哥都拉黑我了，电话无法接通。我知道这些人都不敢靠近我了。成年人只有真正遇到困境，才会意识到身边的朋友并不可靠。王顺履行了承诺，我猜他也不敢食言。我被外卖和快递行业列入黑名单，根本找不到工作。这段时间多亏王顺的鼓励和支持，我才没有崩溃。后来王顺帮我报了厨师学校，让我学会了一门手艺。以前不是不愿学，而是没有经济基础。我攒的那点钱连学费都不够，更别提生活费了。因此我一直陷入困境，虽然不断送外卖，却攒不下多少积蓄。没有积蓄就无法摆脱现状，去学一门手艺。经过半年的厨师学习，王顺借钱给我租了个小门面，他帮我办理了卫生许可和营业执照等手续，开了家小吃店。现在我也算是有了自己的小生意，还是一样的辛苦，但是收入比以前多了一些。我很感激王顺，但是再也没有见过王顺的胖媳妇。慢慢的，我的小吃店有了起色，生活有了奔头。再慢慢的，王顺也消失在我的生活中。我从未主动打扰过他们，只是坚持每个月定期还钱。或许当我把欠王顺的钱全部还清后，我和王顺以及他那位胖媳妇就再也不会有交集了。我还是很讨厌王顺的胖媳妇，但是我的杀心早就没了，因为我也有了奔头。我有了这个小吃店，我就能慢慢的积累，也许将来有一天也能成家，也能有自己的孩子，告别自己三无身份，没有了无敌加身。过了很多年，
我把王顺借我的钱都还完了，当我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，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了。晚上9点左右，一个满身污垢的醉汉突然闯进了我的小吃店，拿着棍子疯狂地打砸我的店铺。我看了一眼来人，然后对几个躲在店里害怕的顾客说道：“你们从后门走。”我老婆听到打砸声，也是吓了一跳。我也让老婆赶紧从后门离开。等店里只剩下我和打砸我门店的醉汉时，我喊道：“王顺，心里不痛快，你就砸吧，这些都是你给我的，你砸了，你能出气就痛快地砸。”王顺没有说话，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，疯狂地砸着店里的桌椅碗筷，凡是能砸的东西都不放过。他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发泄。我没有再说话，就是默默地看着他砸。外面的警笛声响起来了，我知道即使我没有交代过，我老婆也会在第一时间报警。警察来到了店门口，王顺大吼道：“你们抓我呀！我不想活了！你们把我抓起来，枪毙我呀！”我赶忙拦住警察，解释道：“同志你好，这是我老板，喝酒有点上头，再加上心里不痛快，想砸东西发泄，东西都是他的，让他砸痛快了，发泄出来就好了。”我老婆听了有些不高兴，询问我：“石磊，什么情况？这店咱自己的，让警察把他抓走啊？”我安慰他道：“你忘了我当年和你说的恩人，这就是王顺，你回去照顾孩子吧，别管这边事儿了。”随后警察也训斥了我几句：“你管管他，这么一个老爷们了，咋还这么没轻没重的？”我无奈地说道：“反正东西都是他的，他不心疼就行，麻烦警察同志了。”说完，我又试图递烟给警察，但他摆了摆手，示意我不需要。警察再次提醒我，让他控制一下情绪，不要扰民了。就在这时，王顺又大吼起来：“我要杀人！你们快抓我呀，把我拉去枪毙！我不想活了！”我赶紧拉着警察出了门店，在外面跟警察说好话：“警察同志，您别和他一般计较，他就是心里不痛快，在耍酒疯呢，等他发泄出来就好了。”警察也担心会出事，所以并没有离开，但也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。我们就在外面听着里面摔碗摔盘的破碎声，又等了一会儿，里面传来了嚎啕大哭的声音。我知道他发泄出来了，我走进去，他还是没理我，只是在那里嚎啕大哭。我进了后厨，又端出来很多碗盘放在他身边，没发泄完就继续摔，继续哭，发泄完了就和我说说到底是遇到啥事儿了。王顺又嚎啕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石磊，我家没了。”我没说话，就那样等着他继续说。我那傻逼娘们又和别人发生了口角，结果孩子和媳妇都被人捅死了，还没送到医院，在路上就都死了。我没家了，就剩下我自己了，我没什么奔头了。媳妇和孩子刚被捅死的时候，我一心只想找到凶手报仇，那段时间还有执念在支撑着我。现在凶手找到了，也被抓起来了，但是我的家再也没有了。我就一直静静地听着，默默地陪着他。他就一直说，我知道他目前没有勇气杀人，除非他再遇到一个缺心眼的人，点燃他的怒火。现在的我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冲动了，因为我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，但我也有了家，有了老婆，有了孩子，我有了奔头，有了牵挂。但我并不怀念曾经那个无敌加深的我，因为那太孤单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